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？娱乐圈每天都会诞生新的热点，有人官宣恋情，有人被拍到约会，有人被网友偶遇，还有人因为一张照片、一段视频就被卷入各种感情猜测之中。按理说，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早已司空见惯，可奇怪的是，同样是恋情传闻，到了王一博这里，事情似乎总会变得不一样。有些明星传出恋情，热搜挂几个小时就过去了；有些明星传出恋情，网友讨论2天就结束了。但只要王一博出现类似话题，无论消息来自哪里，无论所谓线索是什么，无论真实性是否得到证实，总能迅速引发大量讨论。有人开始寻找蛛丝马迹，有人开始分析时间线，有人开始对比各种所谓同款，还有人翻出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的内容重新研究。短短几个小时，评论区就可能出现成千上万条留言。而且最特别的是，关于王一博的恋情传闻，往往不仅仅停留在恋情本身，讨论着，大家的话题就会慢慢转移。有人开始讨论王一博的事业，有人开始讨论王一博的性格，有人开始讨论王一博未来的发展，甚至有人开始讨论整个娱乐圈的生态。仿佛每一次恋情传闻出现，都不仅仅是一则娱乐新闻，而更像是一场关于王一博的全民讨论。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如果只是因为王一博红，那么娱乐圈红的人并不少，为什么并不是所有顶流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？如果只是因为网友喜欢八卦，那么娱乐圈每天都有各种八卦，为什么偏偏关于王一博的话题总能持续发酵？更重要的是，很多时候大家讨论了半天，最终却发现根本没有明确结果。有的传闻不了了之，有的传闻逐渐消失，有的传闻最终被证明只是网友猜测。可即便如此，下一次只要出现新的相关话题，同样的讨论又会再次出现，仿佛进入一个循环。有人说这是因为王一博流量太大，有人说这是因为王一博粉丝太多，也有人说这是因为王一博太神秘了。可是仔细想想，这些答案似乎都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，却无法解释全部。因为如果只是流量大，那么很多流量明星都应该拥有同样的讨论度；如果只是粉丝多，那么其他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艺人也应该如此；如果只是神秘感，那么娱乐圈低调的人也并不少。为什么偏偏王一博总是能够成为焦点？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，网友真正关注的真的是王一博有没有恋爱吗？又或者说，大家真正想知道的真的是某段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吗？也许未必，因为回头看看这些年的讨论，就会发现，每当王一博出现恋情传闻，最热闹的时候，往往不是答案公布的时候，而是猜测刚刚开始的时候；最活跃的时候，往往不是事实出现的时候，而是各种观点碰撞的时候。有人相信，有人怀疑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，有人认为应该尊重艺人的私人生活，有人认为公众人物本来就会受到关注，不同观点不断交织，最终形成巨大的讨论场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王一博这个名字本身似乎已经超过了恋情传闻的意义，因为很多人讨论的早已不是恋情，而是王一博这个人。于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每一次王一博恋情传闻都会引发热议？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艺人身上，产生的结果却完全不同？为什么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讨论，最后总会变成关于王一博本人的讨论？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？为什么每次王一博出现恋情传闻，热度总会被不断放大？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答案是流量，但如果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流量只是表面原因，
真正让这些话题不断发酵的，其实是王一博身上的一种特殊气质，那就是神秘感。在如今这个时代，很多明星都在努力缩短与观众之间的距离，有人分享日常生活，有人分享旅行照片，有人分享家庭故事，有人通过直播与粉丝互动，大家似乎都在努力让外界了解自己。因为在流量时代，曝光意味着关注，关注意味着热度，热度意味着机会。可王一博却偏偏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这些年来，大家看见的王一博，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，拍戏的时候拍戏，练舞的时候练舞，比赛的时候比赛，宣传的时候宣传。除此之外，关于王一博私人生活的信息少之又少。很多明星的日常生活，网友可以轻松拼凑出来，喜欢什么，去过哪里，和谁关系好，平时怎么生活，外界多少都有一些了解。但放在王一博身上，很多事情却像一个谜。王一博下班以后做什么？王一博平时喜欢和谁聚会？王一博私下是什么状态？王一博面对感情是什么态度？这些问题，外界知道的其实非常有限，而越是有限，人们就越容易产生好奇。心理学中有一个现象，当一个人知道的信息只有一半时，大脑会本能的想把另一半补充完整。这也是为什么悬疑电影总能吸引观众，因为未知本身就具有吸引力。而王一博恰恰成为娱乐圈中一个巨大的未知。于是每当出现恋情传闻的时候，很多人并不是因为相信才开始关注，而是因为好奇，因为大家觉得或许终于有机会了解那个平时看不见的王一博。于是各种讨论开始出现，有人分析照片背景，有人研究时间地点，有人寻找所谓的关联线索，有人试图从过去的采访中寻找答案。慢慢的，原本只是一条简单的传闻，却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容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王一博的神秘感反而成为最大的助推器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神秘感并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。很多明星为了保持热度，会主动营造神秘人设，可王一博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做。他只是习惯把生活与工作分开，只是习惯把注意力放在作品上，只是习惯把私人空间留给自己。然而正因为如此，外界对王一博的好奇反而越来越强。有时候越是不展示，越容易引发关注；越是不解释，越容易引发猜测；越是不回应，越容易产生讨论。于是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王一博越低调，关于王一博的讨论反而越热闹；王一博越沉默，外界对王一博的兴趣反而越浓厚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，但在互联网时代，这种现象却真实存在。因为大众永远会对未知保持兴趣，而王一博恰恰是娱乐圈里少数一直保持未知感的人。还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，那就是王一博这些年的公众形象。大家提到王一博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演员、舞者、赛车手、努力、专注、自律，这些关键词几乎构成了大众对于王一博的第一印象。而恋情传闻恰恰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话题。当这两种内容碰撞到一起的时候，天然就会产生巨大的反差感。一个长期专注事业的人，突然出现感情话题；一个始终低调的人，突然成为八卦中心。这种反差会让更多原本并不关注恋情的人也加入讨论，因为大家好奇的已经不是恋情本身，而是想知道这样的王一博在工作之外究竟是什么样子。于是你会发现，很多关于王一博恋情传闻的讨论，最后都绕不开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大家到底了解王一博多少？答案往往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而这恰恰是关键所在，
因为当一个明星被所有人看透的时候，关于他的猜测会越来越少。可当一个明星始终保留神秘感的时候，关于他的讨论就很难停止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每一次恋情传闻引发热议，并不仅仅因为恋情2个字，更重要的是大家想透过这些传闻去接近那个平时看不见的王一博。然而有趣的是，无论讨论多久，无论猜测多久，外界最终依然很难真正看透王一博。于是这份好奇心被保留下来，等待下一次话题出现时再次爆发，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。如果说神秘感是原因之一，那么为什么每次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讨论总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声音？为什么同样一条消息，有人坚决相信，有人坚决反对，甚至双方会展开激烈争论？这背后，如果说王一博的神秘感放大了恋情传闻，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每一次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讨论出现之后，总会迅速形成2种截然不同的声音，甚至有时候同样一条消息，同样一张照片，同样一个所谓的线索，不同的人却能够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。有人认为这些内容根本说明不了什么，有人却觉得这些细节值得继续关注，于是讨论越来越多，争议越来越大，热度也越来越高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只是普通的意见分歧，但事实上，王一博身上的这种现象远远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大家会发现，每当涉及王一博的话题，网友往往会带着不同的身份进入讨论。有人是多年关注王一博的粉丝，有人是喜欢王一博作品的观众，有人只是普通路人，还有人本身就是娱乐圈话题爱好者。而不同身份的人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角度完全不同。对于很多粉丝来说，他们看到的是这些年来一路成长的王一博，他们看到的是王一博从舞台走向影视，从偶像转型演员，从演员挑战赛车，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。所以当外界出现各种猜测的时候，他们更倾向于从王一博本人的性格和过往经历去判断。而对于很多普通网友来说，他们接触到的往往只是某个热点事件，他们没有长期关注王一博，也不了解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，因此他们更容易从眼前的信息出发，于是同样一个话题自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理解。可真正让讨论持续升温的，并不是观点不同，而是王一博身上所承载的期待。这些年，王一博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艺人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，王一博代表着不同的意义。有人欣赏王一博的努力，有人欣赏王一博的坚持，有人欣赏王一博面对争议时的冷静，有人欣赏王一博不断挑战自己的勇气。因此，很多人关注王一博，早已经不只是因为一部剧或者一个舞台，而是因为他们在王一博身上看到了自己认可的某种品质。而当一个人被赋予越来越多意义的时候，任何与他相关的话题都很难只停留在事件本身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只是普通明星传出恋情传闻，大家讨论的可能只是恋情，可如果是王一博，很多人讨论的却是另一件事。王一博未来会不会受到影响？王一博的事业会不会发生变化？王一博是否会因此面对新的舆论压力？王一博会如何处理个人生活与事业之间的关系？看到没有？讨论的中心已经发生了变化，恋情传闻只是入口，王一博才是真正的核心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话题，最后总会越聊越远，因为大家真正关心的其实是王一博这个人，还有王一博未来的发展。更关键的是，王一博这些年积累起来的关注度非常特殊，很多明星依赖综艺保持曝光，
很多明星依赖话题维持热度，可王一博这些年的热度来源却比较复杂，有影视作品，有舞台表现，有赛车经历，有品牌影响力，还有持续不断的话题讨论。因此，关注王一博的人群也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广泛，有年轻观众，有剧迷，有舞蹈爱好者，有赛车爱好者，甚至还有很多单纯欣赏王一博做事态度的人。当这么多不同群体同时进入一个讨论场的时候，意见分歧自然会越来越明显。而互联网最不缺的是什么？正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，有人支持，就会有人反对，有人认同，就会有人质疑。于是，一个原本简单的话题，开始不断产生新的讨论、新的争议、新的解读，热度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上升。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很多时候，大家表面上是在讨论恋情，实际上却是在表达自己对于王一博的看法。喜欢王一博的人会从积极角度理解事情，不喜欢王一博的人会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事情，而中立网友又会形成第三种声音。三种声音同时存在，就让每一次关于王一博的讨论都变得异常热闹。因此，真正推动热度持续上涨的，并不仅仅是所谓的传闻，而是不同群体对于王一博的不同认知。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王一博，有人眼中的王一博是演员，有人眼中的王一博是偶像，有人眼中的王一博是赛车手，有人眼中的王一博是努力和坚持的代表。当这些不同印象碰撞到一起的时候，关于王一博的话题就很难快速结束，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次王一博出现相关传闻，总会迅速形成两种甚至多种声音，因为大家讨论的从来不只是事件，而是自己心中的那个王一博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如果说神秘感放大了关注，如果说不同群体放大了讨论，那么为什么很多关于王一博的恋情话题，最后都会出现一个相同的结果？那就是无论从哪里开始，最终都会回到王一博本人身上。仿佛大家讨论到最后，关注的已经不是传闻真假，而是王一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。而这或许才是整个现象最值得思考的地方。或许我们终于能够理解，为什么每次王一博恋情传闻都会引发热议，因为大家真正关注的，从来不只是某条传闻，也不只是某个所谓的线索，更不是那些未经证实的网络猜测。很多时候，王一博恋情传闻之所以能够持续发酵，并不是因为大家一定想知道答案，而是因为王一博本身早已经成为一个值得被不断讨论的公众人物。有人关注王一博的成长，有人关注王一博的作品，有人关注王一博的未来，也有人关注王一博身上所代表的那种坚持与专注。于是，当关于王一博的话题出现的时候，不同的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理解进入讨论，最终形成巨大的舆论关注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这些年来，关于王一博的各种传闻来了又去，热搜上了又下，争议出现又消失，可真正留在大家记忆里的是什么？是《陈情令》里的蓝忘机，是《冰与火》里的陈宇，是《无名》里的叶先生，是《长空之王》里的邓放，是《热烈》里的陈硕，也是那个一次次走出舒适区，不断挑战自己的王一博。时间已经证明了一件事，任何话题都会过去，任何传闻都会降温，但作品不会说谎，成长不会说谎，时间更不会说谎。也许未来关于王一博的各种讨论依然会继续，关于王一博的各种猜测依然会出现，因为只要王一博还活跃在大众视野中，只要王一博依然拥有巨大的关注度，类似的话题就不会彻底消失。但比起猜测，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下一个阶段的王一博会带来什么作品，
会挑战什么新的领域？会创造怎样新的可能？毕竟，真正让王一博走到今天的，从来不是传闻，而是实力。真正让王一博不断被讨论的，从来不是八卦，而是成长。那么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各位，你觉得每次王一博恋情传闻引发热议，大家究竟是在关心恋情本身，还是在关注王一博这个人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黎春正。我们下期再见。